你看看，至少在宗馥莉眼里，一国两制的香港已经彻底沦落成他们可以随意撒野的地方。就在刚刚，香港高等法院做出了一项斩钉截铁的明确裁决，裁定维持对相关资产的冻结令。宗馥莉一方在香港的法律诉讼中再次全面败诉。但是娃哈哈家族那场涉及数百亿资金的海外争议案，迎来了一个让全球所有人，尤其是只有中国国籍的人都感到坐立不安，甚至脊背发凉的节点。面对这一具备决对法律效力的判定，宗馥莉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是那种大陆特有的傲慢。在大陆，法律从来不是最高准则，关系与权力才是。宗馥莉给公众传递出的姿态极其笃定，极其傲慢。只要在内地把杭州国资委、把庞大的行政与官僚利益彻底盘通，那么在强大的大陆行政力量面前，香港离岸法系对绝对私有财产的死守就显得不堪一击，司法独立变成无效的历史文件，甚至沦为权力掌心里指哪打哪，让咬谁就咬谁的看家工具罢了。这种姿态背后的现实冷酷的令人脊背发凉。他向所有只有中国国籍、没有强大祖国在背后撑腰的人释放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如果这种用大陆行政权力强行穿透离岸法系的操作成立，那么那些在各地频频搞远洋捕捞的权力强盗呢？他们是不是也可以随便编造一个借口，开出一纸公函，就能跨越深圳河，把任何人在香港的合法资产肆意抢劫走？一笔设立在境外、受正规离岸法系管辖的资产，在香港法院做出具备法律约束力的裁决之后，败诉方却可以堂而皇之地依托内地的司法与行政力量进行防守，甚至直接切割。这绝对不仅仅是一场豪门内部关于血缘、婚姻与金钱的狗血撕扯，这更是一把无比锋利的解剖刀，把一个极其冰冷、极其残酷的现实推到了所有人面前。当香港的正规法律与内地那套荒诞的司法逻辑发生正面碰撞时，当庞大的大陆权力与官僚利益压过来时，一国两制下的司法独立是不是已经名存实亡？今天本视频就拨开这层豪门八卦的伪装，从正规法律逻辑、历史荒诞根源，我个人的真实避坑经历，一路剖析到杭州国资委背后的终极博弈，彻底厘清为什么这场诉讼有可能是香港法治死亡的判决书。要看清娃哈哈案的本质，我们首先必须厘清一个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在国外正规法律体系下，个人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规法律的底层逻辑非常明确，它保护的是真正的资产创造者，绝不允许女人借着婚姻的名义搞无照卖逼，更绝不允许把婚姻当成一种无风险套现和无偿掠夺他人财富的工具。在正规国家，个人财产与婚姻财产之间有着极其严格、不可逾越的防线。老斑鸠们想靠结个婚、生个孩子，或者凭借一张没有实质贡献的纸，就分走别人一辈子积累的几百亿，在正规法律看来，这完全是不当得利。法律在门台上就把这种套现的企图彻底封死了。宗庆后当年汇入香港的这笔钱，是他完全来自于正规国家的绝对的个人私有财产。在正规法律逻辑下，这笔财产跟宗馥莉以及他的母亲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关系。但是内地那套所谓的婚姻财产法律框架，却完全是一套颠倒黑白、荒谬至极的逻辑。在大陆的司法实践中，只要一个女人拿到了一张结婚证，哪怕没有生下孩子，或者干脆就是出轨生的，都可以顺理成章地借用公权力，随意瓜分丈夫的巨额资产。甚至更荒唐的是，如果女人在外面乱花钱，欠下一屁股债，大陆的法律还能强制要求丈夫承担连带责任，帮忙还钱。这既是无照卖逼，又是借助公权力的合法抢劫。所有人听到这里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反常识的法律？但如果你了解盐碱地，你就会彻底明白，内地的婚姻财产逻辑本质上就是红灯行、绿灯停那个狂热荒诞时代遗留下来的基因怪态。在文革时期，造反派为了颠覆旧秩序，打破一切规则，真的搞出过红灯行、绿灯停这种倒行逆施的荒诞闹剧，在很多历史档案和老电影里都有清晰的记载。而今天的内地婚姻财产逻辑完全继承了那个时代的精髓，它把正常的产权保护规则彻底颠倒。它不保护财富的创造者，反而保护投机套利者；它不惩罚违约者，反而惩罚守规矩的资产持有者。作为一个在这片盐碱地出生成长的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盐碱地从小到大的教育洗脑下，
我一度也以为全天下的法律和婚姻都是这么荒唐可笑的，以为全世界的男人都注定要被这套逻辑剥削。但正是我当年一个绝对崇洋媚外的决定，意外的让我得到了正规法律的庇护。我年轻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个典型的老斑鸠，那个女人千方百计，算计紧施，试图套走我在深圳名下的房产。说实话，那时的她几乎满足了我对婚姻的所有幻想与期待。在我当时有限的认知里，我根本不知道香港实行的是严格保护绝对私有财产的正规法律。我傻傻的以为，就像内地那套逻辑一样，只要走进婚姻，这庞大的资产顺理成章就会被女人分走一半。但因为他当时给我的满足感实在太强烈了，我甚至完全不在乎，哪怕他明里暗里先要在资产架构里加上他的名字，甚至想把产权转移到能被他控制的体系里，我也并没有觉得不行。我当时甚至发自内心的觉得，只要能留住这段婚姻，就算被他分走一半，我也认了。但我当时性格里带着一股执拗，我坚决选择去香港买房。那时候还没有发生后来的那些政治风波，我单纯就是觉得，保留了英美法系传统的香港要比深圳好得多，规则更透明，法治更健全，也更适合孩子未来的发展。那个老斑鸠眼看在我身上根本套不到房产，发现香港的法律防线固若金汤，根本不给他任何搞无照卖逼套现的门道。眼看套利无门，他直接拉黑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卷铺盖彻底溜之大吉。直到3年前，因为汇丰银行一次例行的合规与反洗钱质询，我在与汇丰银行客户经理的沟通中，才猛然得知了一个震撼的事实：原来内地那套结婚即套现、违约即瓜分的荒诞制度根本就不是什么国际通例。我当年仅仅是因为一个崇洋媚外的直觉去香港买房，才侥幸躲过了资产被套利、被剥夺的命运。这次亲身经历让我彻底想通了，宗庆后当年千方百计要把数百亿资产汇入境外，因为他作为一个在中国顶层商界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狐狸，他太清楚内地的游戏规则了。如果把这笔财富留在内地，交给内地那套红灯行绿灯停的荒诞逻辑去判定，他的毕生积蓄分分钟就会被各种名义吃干抹净，瓜分殆尽。搞懂了这层深层的法律与历史背景，我们再来看这场案件最核心也最令人感到恐惧的焦点：宗馥莉凭什么敢对香港高等法院的裁决置之不理？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宗家的家产之争，如果你还这么想，那就太天真了。宗馥莉掌控的娃哈哈背后站着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杭州市国资委，绑定的是庞大内地官僚系统的核心利益。娃哈哈庞大的生产线，成片成片的土地，每年数十亿的税收，极其恐怖的现金流，以及千丝万缕的利益链条，全部扎根在杭州，扎根在内地的行政与司法管辖圈之内。在大陆，当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干预与极其庞大的本土官僚利益绑定在一起时，自动就组合成了一把大铁锤，砸向了香港法院。宗馥莉心里无比清楚，大陆的法院并没有什么独立性，只要搞定了关系，法院就会自动变成一条狗，而香港也早已不再是那个曾经坚固的法律堡垒。面对这样巨大的政治压力与官僚利益压迫，香港的法院到底还能不能顶住压力，捍卫法治？我们不得不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甚至我们看到一个更加残酷的细节，直到今天，香港法院都没有展现出足够的勇气下达明确判定，明确宣告宗庆后的这笔香港资产属于绝对的个人私有财产，完全不受大陆婚姻法那种无照卖逼式套现掠夺的威胁。这种迟疑，这种避重就轻，本身就已经暴露了香港司法防线的动摇与软弱，这就给全世界所有投资者带来了一个极其致命的信号：如果一个设立在境外的正规契约，只要涉及到内地的本土官僚利益，香港法院就变成一个橡皮图章。如果香港法院的权威在内地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面前形同虚设，那么一国两制下的司法独立是不是已经名存实亡了？过去，香港之所以能够超越新加坡、东京，成为全球公认的顶级国际金融中心，其核心根本不在于维多利亚港的风景有多美，而在于它传承自英美法系的司法独立，在于国际资本坚信香港法院会对契约和私有财产进行誓死捍卫。而娃哈哈这起资产案彻底撕开了这层最后的纱布。当权力和地方官僚利益需要时，区区一个无照卖逼也可以把手伸进香港，私有财产就可以被大陆随意侵犯。
至少在宗父表现出的行为里，他背后的权力与实力已经强大到足以去撬动，甚至碾碎香港的一国两制了。这不单纯是一场豪门家产的分离，这是一场对一国两制司法基石的现场挑战，甚至是一份写给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死亡通知书。曾经是大英帝国的法治赋予了香港繁荣与尊严，让这颗东方之珠成为了全球资本最信赖、最安全的避风港。然而，这场娃哈哈争议案毫无疑问向全世界宣告了香港法治死亡的开始。在宗馥莉们眼里，或者说在他背后的权力与官僚利益眼里，内地的规则已经可以公开穿透并凌驾于香港的司法之上。当正规法律的防线被撕开，当境外的契约在内地权力面前形同虚设，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根基已经彻底动摇。对于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来说，残酷的现实已经摆在了面前。如果连顶级豪门数百亿的私有财产都无法在香港得到正规法律的保护，如果连宗庆后的财产都挡不住内地的行政穿透，那么普通人的资产又凭什么能够幸免？此时此刻，各位还能做的，也最应该做的，恐怕只有尽早认清现实，丢掉幻想，尽快将存放在香港的资金与资产安全合规地转移到新加坡、瑞士或者美国去。只有在那些司法彻底独立、产权受到宪法级别保护的真正法治国家，才能给你的私有财产筑起最后一道安全的防火墙。你认为香港的法治是否已经彻底走向终局？面对当下的环境，你是否也准备调整自己的资产配置？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真实观点。看到这里了，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关注本人在美国代孕的进展。我们下期视频见。